各位網友好啊！深圳華強北2000餘人被抓，一門20年的生意終結了。曾幾何時啊，深圳代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而華強北又以電子產品的走私引領着深圳生意向內地開放。王叔當年在中國做那個組裝機生意時華強北那是商品的來源地，沒有華強北就沒有生意。只不過開始時是電腦和配件生意，這些年則是手機和配件生意。華強北賣水貨手機已經不是新聞，這門生意持續了20多年。從最早的港版的諾基亞，到後來的美版日版的 iPhone， 再到少量的谷歌 Pixel，華強北就是靠着這條灰色的產業鏈養活了幾十萬人，並把貨鋪到了全國每一個縣城的手機店。所以呢，最近的消息才讓人震驚。一開始只是說不讓賣外版的蘋果和谷歌手機，查櫃台，後來風向就直接變了。據說以走私罪抓人，目前涉及到2000多人被抓。如果是真的，這就已經不再是整治，而是定性了，因為性質完全變了。為什麼是現在呢？之前為什麼沒查呢？一個存在了20多年的行業，不可能今天才被發現。它能存在這麼久，本身就是被默許的黑格爾說嘛，凡合理就是現實，凡現實就是合理。那麼默許的原因很簡單，有需求，有就業，能交租。那麼美版的 iPhone 呢，比國行便宜1到2000塊錢，有消費者願意為此買單。華強北幾萬個這個生意檔口要生存，而水貨帶來的維修、配件、二手翻新的生意更是撐起了整個生態。那為什麼偏偏是現在要動手呢？王叔分析其實是有下面4個原因都撞在一起了，才發生這種巨變。第一個原因就是國產手機不好賣了。過去2年，國內的手機市場已經是絞肉機一樣的搏殺華為強勢回歸，小米等等手機在中低端死磕，就連蘋果官方的銷量在中國區也是下滑。那麼這個時候呢，每一台免稅進來的美版 iPhone 都是在搶國行經銷商的飯碗，搶國家的關稅和增值稅。那要保國貨，要保稅收，就必須先砍掉水貨。王叔分析，這是這次抓人的第一個原因。那麼第二個原因呢，毫無疑問就是罰沒本身就成了一門生意。以前查水貨是行政處罰，沒收貨物，罰點款就過去了。現在一旦定為走私罪，邏輯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按照法律規定偷逃應繳稅額50萬以上就是5年到10年刑期，250萬以上就是10年以上的到無期徒刑，並且可以同時處罰沒收財產。所以一個生意櫃的美版 iPhone 的貨值就過千萬。如果真的是涉及到2000多人這背後的罰沒的金額將是一個天文的數字。在當下的財政環境下全國各地政府稅收不夠，是吧？財政赤字，那麼這筆錢的吸引力毫無疑問是巨大的。王叔分析呢，第3個原因呢，就是外版手機本身就有一個漏洞。那麼這次被點名的恰恰是美版蘋果和原生態的谷歌手機。
他們的共同點倒不是便宜，而是不可控，因為美版的 iPhone 是純的 eSM 就没有实体卡槽。谷歌手机呢，它原生就可以跑着这个全套的谷歌服務，它不会預裝國內的要求一些框架，也無法被輕易的納入統一的管理體系去監控。在目前萬物皆管的今天，一個無法被管控的硬件入口，毫無疑問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這也是查封這個華強北這個手機各檔口的一大原因。環視分析第四個原因就是治理邏輯已經變了，以前呢是養魚執法，對吧？割韭菜抓一批罰一批放一批，讓你繼續養。現在則是清場邏輯，從華強北之前的礦機到美妝，再到現在的手機，路徑幾乎是一模一樣。先讓你野蠻生長，形成規模，形成完整的證據鏈，然後出一個司法解釋，一鍋端包餃子。所以不是現在才發現你有問題，而是現在才需要你有問題，可以一網打盡，關門打狗，對吧？那麼究竟是為了圖財，還是為了這個加高我們的這個信息防火牆？其實這兩者是同一事情的兩面。從經濟上看，它就是一次精準的沒收。走私罪是所有經濟犯罪裡最容易實現人財兩空的罪名。你做水貨，流水可能幾千萬，但利潤只有幾%，5%左右，5%到8%。但一旦定罪，那就按貨值來計算，偷逃稅額來罰的。那麼罰沒的金額會遠超你過去20年的總利潤。你以為的資產在追繳違法所得面前會全部清零。另外，從政治上看，它只是為了徹底封死硬件的後門。華強北的水貨網絡本質上是一個遍布全國不經過任何官方體系的地下物流和信息網絡。那麼過去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現在不同了。他今天能夠把一台沒開封的美版 iPhone 從香港運到新疆明天就可以運別的東西，把這個網絡打掉，把所有非國行的硬件入口堵死，信息高牆才算真正的閉環。所以圖財是裡子，圖強是面子，一舉兩得。這才是這次抓這2000人的幕後的真正原因。其實最讓人細思極恐的不是華強北本身而是它背後的規則。這個規則要告訴所有在國內經商的人都要提個醒，那就是灰色地帶是最危險的地方。在華強北，所有賣水貨的人都有一套原本自我安慰的邏輯。什麼邏輯呢？就認為自己不報關被查到就認罰，自己就是做生意的嘛，對不對？大不了關幾天他們把這叫做做生意的這個風險成本。但是別忘了，在中國的法律體系裡面，行政違法和刑事犯罪之間只隔着一張紙。什麼紙？那就是司法解釋。只要需要一個會議紀要，就可以把長期多次的大量收購販賣境外貨物的行為，從未經允許經營解釋從未經這個允許的這個經營解釋為這個走私犯罪集團。於是你的上家、你的下家、給你轉賬的老婆、給你開車的司機，全部成了共犯。2000人還只是開始，你以為的行業慣例，在卷宗裡叫長期犯罪事實。
你以為的這個交罰款就能出來，在定性之後啊，就叫沒收違法所得，對吧？這就是在中國境內經商最核心的風險，你手裡從來沒有確定性，規則的解釋權不在你手裡，先默許你存在，然後把你的產業鏈做大，把把柄做實，等你肥了，需要政績和稅收的時候再來定性收割。那麼華強北20年的水貨史可能真的就要結束了，但它結束的方式值得每一個人值得每一個還在灰色地帶裡討生活的人思考。當你的生意建立在別人的默許之上時，你所謂的資產到底是你的，還是別人賬本上早已寫好的罰沒指標呢？好了，配合最近馬上就要在9月15號實行的出入境管理辦法，你就會發現改革開放的大門正在合上，人可以卡住，手機这個21世紀最方便的國內外信息交換工具也可以卡住。再聯想到前段時間老虎證券的清理，資金進出同樣可以給你卡住。高牆已經建立，閉關鎖國這個詞不再是過去式。王叔想到一句話，凡近代史同樣也是現代史，更是現在时。對比當下的密不透風，王叔要致敬那個曾經有點光亮的改開時代。